朋友们，你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我命由我不由天，活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吗？大家呢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它让很多人以为自己的命运是注定的，自己的痛苦也是注定的，自己永远都无法活成自己羡慕的人那样。这种思维的钢印其实比任何物理的牢笼都可怕。如果你相信了自己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是可以被总结概括出来的一种性格或者人格，那就代表着你承认它是固定的，是很难被改变的。那这样你得活得多痛苦，多绝望。这就是典型的自寻死路。我告诉你，真相其实不是这样的。性格之所以看起来似乎是固定不变的，那是因为你自己一直在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自我强化它。事实上，你完全可以通过主动持续不断的自我修炼，通过坚持不懈的行动，去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性格。那些你曾经觉得根本就改不掉的性格特质，其实它们只是在特定环境下会自己启动的一个自动导航系统。比如所谓的讨好型人格，可能是因为家长过于强势，造成了你不敢说不敢想的性格。你其实不是为了讨好他，而是只有这样做，你才不会被骂，才安全。可时间一长，就成了你为人处事的方法。也可能呢，是因为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生怕别人不高兴而讨厌怨恨你，于是次次委曲求全，就像快要炸掉的气球，越来越憋屈。可你呢又改变不了，因为这是你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发现没有，你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小我，你在用你的方式换取幸福，却把自己推向了完全被动的地位。你得先满足别人，别人笑脸对你，你才舒服。别人有一点不满，你都会难受，觉得是自己的错。是时候该认清真正的自己了。你为什么非要听小我的呢？非要按他的指示去走呢？想要突破自己性格的局限，那你就要同时从以下这3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你必须要先修炼能随时随地地进入一个生命观察者视角的能力。每当你的情绪风暴又起来了，你的能量又被一下子削弱的时候，你要做的是立即启动这个第三方视角，能在第一刻做到不动脑子，只是观察。有一句话说得好，安静不带评判的观察，这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其实这就是禅的境界，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一切相。儒家管它叫做格物，这就是在世上磨。这其实练的呢，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要在当下立刻成为自己生命的一个旁观者。你之所以会委屈，会左右为难，还不是被念头裹挟了？这才是根。所以记住，外面没有别人，心才是真正的你。一觉察到念头，情绪马上就停下来，回到心如不动，认识到真正的自己，自然不会再顾虑重重。这里我分享几个非常实用的、非常简单的，能更好地帮助你进入这个旁观者视角的方法。比如，你可以在每次又意识到自己被情绪控制了的时候，马上默念或者直接把它说出来。具体的内容你自己定，可以是小我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我这个导航又启动了，我又在剧情里头了，再或者情绪你怎么又来了，等等等等。你可以试着说的诙谐一点，越不严肃越有效果。如果你觉得你只是说出来还不够，那你还可以在你的手腕上戴一个橡皮筋，每次进入到惯性的情绪反应里面时，你就弹自己一下，然后你再把它给说出来。但是你要注意，一定要做到止于这一步，
止于只是知道，只是注意到，只是觉察到，这样你才能安住在这个旁观者的视角里，如如不动。因为一旦有了任何多余的其他动作和想法，这便都是动，都是一种介入和纠缠，那你马上就失去这个视角了。好，以上就是你在生活中要去实操、去修炼的如是观照的心法，这也是佛家讲的最基本的修止观。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方面，你得开始主动去给自己潜意识中的那个导航系统进行一个编程。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潜意识逐步地带入到你的意识里。你首先要做的是找一个自己比较平静的时候，去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的过往，种种的生活情境、经历发生，以及你所经受的种种因果。然后呢，把你自己在特定环境场合之下最想要、最核心的惯性反应呢，都一一地整理列举出来。比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会想和外界战斗，总觉得别人在有意地针对自己。那么在情绪上的表现呢，就是习惯性的愤怒。你还可能发现自己总是会习惯性地对别人服从、配合，无条件的退让，主动牺牲自身的感受，特别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那在情绪上的表现呢，就是自责、悲伤和压抑。这就是我们上面刚提到的讨好型人格。你也可能发现自己会习惯性地选择逃避。在情绪上的表现呢，是自我否定、自卑、自我怀疑、沮丧。你可能因此给自己贴上了一个社交恐惧症的标签。你还可能发现自己会习惯性地强迫自己进行某种特定的思考和行动。在情绪上的表现呢，就是焦虑、不安、担心，甚至是恐惧。为此呢，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迫症患者等等。其实，这个自我审视的过程也是一种实修。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好，那在整理好了之后呢，我们要看见的是自己潜意识当中的某一部分正在执行的这个性格。要看见，尽管我们的理性头脑有着很强烈的想要改变这个性格的意愿，但是我们的一些无意识部分却仍旧想要保留它。好，现在请友善地去承认和允许它这样做，放下一切和它的对抗以及评判，承认它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承认他其实是我们的朋友，承认他只是在试图保护我们，因为他认为这个性格对我们有好处。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第一步，对一个真相安静、不带评判的接纳。那现在我们来进入到第二步，和我们的潜意识沟通，去问问他想以这个性格来保护我们什么。注意，千万不要急着去得到答案。我们需要耐心且安静地等待，一定不要去听迅速出现在你头脑当中的答案，因为那是你的头脑、你的认知在回答你，并不是来自于你无意识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等那个从内在深处浮现出来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会以文字、画面甚至感受的方式出现。我们可以多次地向潜意识进行提问，然后完全地保持开放，给它足够的时间。也许你会看到这个性格正在帮助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甚至权威感，或者它正在帮助你免于面对和处理一些不舒服的局面，正在试图让你保持安全，免于竞争。或许它正在保护你免受痛苦、恐惧，还有空虚感、挫败感的折磨等等。如果用心体会，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童年时期，来自于一个小孩子的感受，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但是现在，这个练习正在让你对此有觉知和了解，它会让你清醒地看到一个你一直都在厌恶和痛恨的性格在无意识的层面所为你做的一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三步，那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这个性格究竟会让我们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也许它正在让我们与外界隔绝，让我们变得孤僻，或者它正在给我们带来一些不舒服的身体感受。也许它带来了悲伤与愤怒，也许它让我们失去了朋友和潜在的爱，也许它正在限制我们随性自然的表达，让我们得不到滋养，让我们的能量不断地被削弱，无法体验满足、放松和愉悦的感觉等等。请将这个性格的利弊逐一地列举出来，你可以在纸上把它们写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这个性格所牵扯到的一切。注意，和我们平时一定要去做些什么来对抗它正相反。在此处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做，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看得清清楚楚了，这就足以让它自动地消除。只是每次对它深深的洞见和觉察，不再无意识地认同于它，那么它就会自动地消除。这就像是你把手伸入火中，一旦你清楚意识到这个行为是有害的，那么你还需要去努力地做些什么来放下它吗？当然不需要。这个行为习惯会自动地消除，并且你也不会再次地重蹈覆辙。最后呢，是第三个方面，找到一个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之前的性格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当然了，如果我们仍旧认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还需要这个好处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替代方式。比如，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潜意识的需求是获得更多的自信，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去回忆自己生命中所做到过的一切成就，所完成的一切事情，事无巨细，不分大小，尽量都把它们清晰地罗列出来。同时可以想象当时父母是多么为我们自豪，即便他们未露声色。再比如，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在的需要是感受更多的爱和接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去回忆所有曾经爱过自己和肯定过自己的人，去回忆自己所有被赞赏的时刻，去搜寻自己生命中的角角落落，回忆尽可能多的真相的瞬间。它们都是头脑轻易就会忘记的瞬间，因为我们的头脑永远都是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进展不顺利的或者外界的负面评价之上。这就是为何100个人中有99个人都在夸你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愉悦，往往会轻易地被一个人的诋毁和否定击溃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调动自己注意力的焦点，这样才不会受控于无意识的习惯。当然，在我们刚开始进行这些练习时，可能会经常发现我们会反反复复地退回到之前的状态，这很正常。毕竟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曾经受控于它们，所以它们当然不会立即就消失。但是一旦我们捕捉到它们又回来了，请立刻在当下对自己说停下，这是过去的我，它与当下的我毫无关系。这样的觉察会彻底消解它对你的控制。好，最后一定要记得，永远不要被性格这2个字给吓到。其实你可以有无限个身份版本，你可以把你现在的性格理解为你现在内部能量振频的显化。你如果能改变自己内部能量振动的频率，把你的意识带入到你的潜意识之中，那么潜意识就将不再能支配你的命运，你的生命就将获得重建，你的性格自然也就转化了。你完全可以超越现在的自己，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都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你就按我今天告诉你的方向去主动打造你的性格吧。这样你就真正做到了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